第2章烽火3月话，上海古堡扬威，出人意料，宝山陷敌，受刑暴露，战事激烈，租界筑墙，囤积居奇，演成风气，深陷敌区，目击惨剧800壮士，誓死抵抗，阵地转移，枪声竞技静安4路，今南京西路。宏伟的大楼是中国联合保险公司。日本人在中国北方揭开了大侵略战争的序幕，对东3省一战而陷锦州，东北方面不曾抵抗，日军唾手而得大幅疆土。在平津方面，靠着哄、吓、骗、诈，只打了几场仗，虽然有几员猛将奋力抗战，如张自忠等战死沙场，平津及华北数省也轻易地实现了。日本军阀对南京、上海处心积虑已有10多年，间谍及各业各行组织密布，深谋远虑，认为掌握京沪路一带没有问题，而且公然说上海1天之内就可解决，3天可以打到南京。万不料在上海就大大的碰了一个钉子，被国军齐先依着，大军开进淞沪，日军措手不及，改攻为守，而且因为变化来得太快，自感兵力不及，虽然军舰络绎不绝地驶来，在时间上究竟比不上用火车一师一师地运来那么多那么快，因而日本人向来轻敌的计划都告失败了。古堡扬威出人意料，中国东南几省的海口以吴淞最险要，面临长江口，军舰进入黄浦江，首先要经过设在吴淞口的炮台，这炮台能控制长江口岸，建在明代初年，作为防倭寇的重地，在清代屡加修葺补充，历史已极悠久。民国21年1932年1月28日爆发了128之役。19路军在上海闸北掀起了对日抗战，那时节这个吴淞炮台曾经发挥绝大威力，指挥的人是现在隐居香港的翁兆元将军。19路军撤出上海之后，就在5月5日，中日两方签订了淞沪协定，明确在上海周围数十里不驻军队。在撤军之后，日军竟对吴淞炮台大加破坏，但炮台周围的建筑物依然存在。后来日军撤退之后，由上海的保安队做象征性的防守。在19路军撤防到福建之后，吴淞已成为一个平静无事的地带。那边有一个吴淞镇，我有几个亲戚是吴淞乡绅，平素因业务缠身，我极少到吴淞去探望他们。吴淞海滨有一家福治饭店，做的咖喱鸡名震全沪，逢到假日，不少人都驾了私家车到那边去进餐，顺便观海，因为上海人轻易是看不到海的。有一次，我在福治饭店碰到了我的亲戚王建廷，他是吴淞商会会长。我随便问他，你对吴淞炮台中人是否相熟，能不能带我们去参观一下？他说，炮台原是禁区，不过炮台中的防守人员与我们商会常有往来，不妨个人带了名次去访问一次，顺便参观参观。于是我们就驾车直去炮台。我们到了炮台一看，原来这炮台的范围极广，虽曾被日军破坏，但是炮台的地面建筑物依然存在，而且还有许多古炮昂然对着海口。我仔细地观摩一番，只见这许多炮上都刻有建造年月的字样，字体清晰可辨，可以看出乾隆几年铸造或同治几年铸造等，还刻着铸造人某某镇守使某某官衔。只有几尊比较新的炮上面看出是清代某年江南制造局铸制等字样。炮的式样当然很古老，有的已被腐蚀，看来以老态龙钟，早已不中用了。
我看了之后有一个感想，这不像来查看国防重镇，只能算是来参观陈列古物的博物院了。万不料813前夕，日军200人把中国保安队完全赶走。等813闸北枪声一响，大队国军开到吴淞，将200日军全部歼灭。接着，国军开到吴淞和宝山的仓库中，搬出大批钢板、钢条以及水泥，连夜把炮台重建一新。又由淞沪铁路运了不少新式钢炮，据说若干钢炮是德国克虏伯厂制品，射程极远。所有炮兵都是训练了多年的熟练军人，所以等到吴淞炮台放炮时，日本军舰出于不备，损失极大，因此日舰出入黄浦江都受到重大的威胁，日间运兵发生了极大困难，只好在夜间偷运，一面用远程野炮轰击吴淞炮台，始终达不到目的。而且中国工兵配合了民众，在吴淞炮台周围掘下了深达丈余的地道，所以后来日本空军来轰炸也不生效力。日军认为吴淞炮台不攻下来，兵舰出入就受到威胁，所以就在吴淞温枣帮登岸，抄袭炮台后方，借此切断国军后援的通道。因此，在闸北方面的战士只处于被打的地位，而无出击的能力。国军也觉得温枣帮被日军占据，炮台是难持久，所以调派大批军队开到温枣帮，与日军决一死战，整整激战了近20天。到9月2日，温枣帮的战役，国军获得胜利，日军纷纷溃退，能逃回军舰的也不多，而大部分的日军都被国军歼灭。这下子日军受到极大的损失，这是813战争初期日本大吃败仗的一役。